比特币这波上涨会涨到哪呢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目前我依然持有这张比特币50万美金价值的多单，那以太坊呢是25万美金。其实我认为以太坊我还是开多了。那我们这个仓位配置呢是根据强弱关系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在最近以太坊比较弱，比特币比较强，所以比特币的仓位比较大。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利润的部分。目前呢，如果扣掉资金费率的话，我们大概还有250多万，250多万，将近260万的利润。那如果你也认为这个利润很不错，你也想试试看交易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入金500美金，质押1个礼拜呢，你就可以获得60美金的现金，然后就直接提币走，没问题，可以直接提币的，完全都不用交易。那 Bitget 你只要入金到达一定的交易量呢，就会送你100 U 的体验金，你可以拿来交易抵扣手续费，或者是抵扣亏损啊等等的。好。那我们回到盘面上，我们先从月线来看啊。其实我们蛮少看月线的，因为从月线上呢，我们关心的肯定是牛熊周期的问题了。它在实物上操作呢，我们可以作为参考啊。但是这种周期性的问题呢，我们才会看到月线。那通常是很少来看的，真的很少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其实我们经历过了2轮比较典型的牛熊啊。那如果说要回到我们在上一轮的话，就是2013那一轮呢，就真的有点太久了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，其实我们在就是我们上一轮的时候呢，我们从最底部啊到最顶部呢，我们大约是走了1066天，1066天。那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呢，我们从最底部到最顶部呢，我们是走了1065天，也就是35个月哦，大概35个月我们就会走完了，35个月，2次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2013吧。2013我们从顶部呢，然后到底部，它是24个月。当然，我认为那一次就比较没有参考价值，因为那一次呢还是刚开始嘛，对不对？比较乱，走的比较乱一点。我们后来才是这个规律呢，这个周期性它才会走得很明显啊。1065、1066哦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啊，如果我们从最底部呢，然后我们拉到1065、1066的话呢，我们大概会在2025年的年底的时候呢，我们碰到这个牛市的最高点。那这其实也符合我们的周期啊，或者说符合我们过去所说的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走了334天了，已经走了11个 bar， 也就是我们大概有将近1/3的牛市已经走完了，有1/3的涨幅已经走完了，不是说涨幅，有1/3的多头行情已经走完了。那今天就有人来问我了，就说现在这个上涨应不应该追啊？我们或许应该等到减半之后再追吧。但我们的上涨呢，我们这波多头啊，已经有1/3已经过了，其实我们从最底部呢15000到现在呢，也已经涨了2倍多，很接近3倍了，那这一段我认为是一定要好好把握住的。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那当然我们剩下的时间呢，我们造成的涨幅会比我们现在要大得多。但我认为我们这一段呢，也是一定要好好把握住的。因为牛市呢，之后还会不会像现在这么夸张？不一定。而且熊市我们已经经历过了1年了，我们才迎来这样的上涨。那再来，我们回到周线上吧。其实周线上呢，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，就是38000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阻力。尤其我们在突破38000之后呢，我认为38000它的有效性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我们在前期呢这个位置呢，我们有遇到支撑，那支撑被跌破过后呢，我们就形成了阻力。那当我们能突破38000，其实如果说现在比如说要做多或者说买现货啊，如果你要考虑设置止损位的话，那38000或许是一个你可以考虑的点位，因为这个位置呢，在前期已经测试过、验证过有效。那既然这个点位它可以被往上突破的话呢，就代表说庄家已经把38000上方这块白色区域所套牢的筹码呢给处理干净了。那处理呢，基本上可以分成2种啊。这些散户在这个位置买了货之后呢，那他们会分成2种人。第一种人呢，在下方割出来，那这个当然。他们割出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庄家建立筹码、建立仓位的时候，吸收筹码的时候，就在下面这个位置，他们割出来了，然后庄家吸收筹码了，所以上面的卖压呢会被减轻啊。那减轻之后，当然才能突破。那还有第二种人呢，就是他们在下方没有卖出，他们等到了终于回到了38000之后呢，就觉得说，好不容易等了这么久，终于回到我的成本线了。那他们这个时候呢，就会选择卖出。当然，卖出的时候呢，
接盘的人已经不是庄家了，因为庄家他是在下面入场，他在下面吸收筹码的，不是在上面的。在上面的只能是其他的散户，或许是更坚定的散户。那可能有些人呢，他下跌之后，然后又回到这个位置，那他还是不卖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其实庄家就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人，因为他就是不卖，不管怎么震荡，不管你怎么跌，不管你怎么测试，我就是不卖。那其实这些人不卖呢，对于庄家来说，他也是好的，因为庄家他的筹码、他的子弹也是有限的，那他要在有限的子弹下呢，要打出一个新的高点，一个能把比特币推到越高的高度越好。毕竟庄家是多头嘛，以现在来看，庄家是多头，那这些人他可以分担庄家他的压力，他可以帮庄家保管一些筹码，那这对庄家当然是好的，所以它可以突破38000，我认为这个意义是非凡的，就代表我们在白色区块的这些筹码呢，被套牢的筹码，它已经被处理干净了。那既然白色区块的筹码被处理干净了，我认为我们下一个目标价位呢，来看到45000，当然我们抓保守一点，45000，好，甚至到48000的这个区域呢，我认为就非常的合理哦，45000到48000是我下一个目标价位。当然，我们到45000的时候呢，我们所面临的压力啊，会比38000要来的大得多。所以这是我们下一个目标价位啊。那如果说我们还要观察一下我们在3万上方所形成这个箱体，它的筹码分布情形，或者说它主力的情形呢，我们就要拉一下 VPVR 了。我们从3万这个点位呢，然后一直拉到3万哦。我们可以发现啊，其实整个3万它的 POC 呢，它就恰好在38000的位置啊，就在38000的位置哦。所以这可见我们突破38000，这个是多么重要的、多么关键的技术上的解读，突破38000非常的关键 POC。那再来呢，筹码其实累积比较密集的呢，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筹码呢，它是用亮色呈现的部分，也就是从5万一直到3万，就是我们现在在走的这一段嘛。那换句话说呢，我们如果能走到5万上方，5万上方哦，当然精确来说，我认为如果我们能走到53000的上方，那我认为我们就可以来碰到前高，就可以来碰到前高。当然呢，如果说能突破这个位置的话，应该是有一些事件啊，比如说 ETF 通过了之类的这种事件，它才有机会。那我们目前呢，可以先看到45000到48000的这个区间哦。那如果说再往上的话，就要来观察5万到53000这个区间能不能破。如果能破的话，那就是前高绝对没问题哦，到前高附近绝对是没问题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把级别呢再切小一点啊。日线其实还好，这个我们在上一集影片有谈到过，所以我们就在日线呢，我们就不多做说明啊。我们来看一下4小时，在4小时呢，我认为两个关键非常重要。第一个是现在有没有量价背离呢？也就是上涨的过程呢，我们是不是价格上涨的过程，量能是不是在衰减呢？我认为没有了，这里没有量价背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可以看我们可以把后面的这3根 K 线呢画成同一根 K 线，它虽然说每根 K 线的量能还好，但如果把这几根 K 线多头的量能呢增加，全部加起来，全部 Sigma 起来，全部上起来的话呢，那它的量能呢是可以超过前面这一根的。所以我认为这里它没有出现量价背离的情况，这种温和的量能是可以的，它只要不太夸张就好。我认为这边说它是量价背离，这个并没有这种情况，我认为是不能这样子去解读的。那再来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呢，它以前有一个楔形，那这个楔形其实也已经宣告突破了。那既然突破的话，我们就没有任何看空的理由了，或者说这个楔形它就已经失效了。那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我们之前有强调过非常多次的4小时的上升通道，这个我们强调过非常多次了。这个上升通道呢，其实我们也在今天凌晨的时候6点的时候，我今天去看了6点的时候突破了。那既然这个通道被突破，好，首先呢，我们现在验证这个通道的有效性。它在下方呢有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点，它绝对有效。下方这条线绝对有效，上方呢有1个，这里算1个、2个都可以。那等于说我们这个通道呢，我们可以100%确认它是有效的。那再来我们突破的时候呢，那这个通道它就是被突破了，可以验证我们前面这个通道呢，它就是调整的过程。而且我们突破过后呢，那这个通道我以后也不会再画，这是最后一支影片画它的，因为通道突破了它就无效了。那突破就可以代表说我们的调整结束了，原本的通道是调整，那这种微上升的通道调整，它绝对会是最强势的一种表现，绝对是最强势的一种调整。那当然我也认为我们这里上涨呢，它不是最后一段行情，我们后面还有行情要走的。那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
如果大家想要听很详尽的盘面解读的话呢，很欢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所做的这场直播，非常的精彩。好，很感谢各位，拜拜。